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HWE Bench 硬件评估基准。该基准由北大团队提出，评估硬件大语言模型。它推动评估从代码生成转向真实系统修复。为此，它基于真实开源硬件项目构建测试实例。每个任务都必须在容器化工具链中跑通回归测试。页面中编译与仿真成功信号，象征真实环境验证。只有补丁通过原生 EDA 仿真，才算成功修复。这摒弃了由 LLM 充当裁判的主观评分模式。这一基准为硬件智能代理设立了严谨试金石。大多数现有硬件评估仅针对单一代码片段，例如 Simple Adder 模块级生成任务。这种沙盒环境隔离了真实系统复杂度。真实硬件仓库包含大量异构文件，包括 RTL 源码、验证组件、构建脚本。硬件大模型必须直面原生工具链挑战，只有走出沙盒才能衡量真实修复能力。因此 HWE Bench 被设计为仓库级基准。传统硬件基准如 Verilog、Eval 与 RTLLM 等，它们聚焦组件级代码生成与隔离仿真验证。软件基准 SWE Bench 跃升至仓库级维度，任务转为 bug 修复，通过单元测试验证。HWE Bench 同样定位于仓库级范围标准，但任务涉及真实缺陷修复，挑战更复杂。验证采用容器化原生仿真，确保可复现性。这标志着从沙盒环境迈向真实执行，重塑范式。该基准包含417个真实错误实例，它覆盖6个顶级生产级开源硬件项目，每个任务都封装在完全隔离容器中。项目同时包含传统 Verilog 和新兴 Chisel 敏捷开发语言。智能体首先根据任务描述生成修改补丁，生成的补丁被送入独立容器化 EDA 仿真环境。环境运行原生仿真并输出通过或失败结果。整个评估流程完全摒弃人为主观评分机制。HWE Bench 基准选取了6个真实开源硬件项目，构建评估级。其中规模最大的 OpenTitan 工程包含154万行代码与245个任务。IBEX 与 CVA6 均为 RISC-V 处理器核心，各自包含35个挑战任务。Calyptra 专注于安全信任根，包含16个真实的硬件修复实例。香山处理器采用 Chisel 敏捷开发语言，提供54项复杂测试。Rocketship 作为参数化 SoC 生成器，代码量仅47000行，而任务有32个。这些项目完整覆盖从微控制器到复杂 SoC 的各个层级，同时跨越传统 Verilog 与前沿 Chisel 两种设计开发范式。硬件修复在文件数量上复杂度远超软件。单文件修复在硬件中仅占 31%， 软件则高达 86%， 涉及3到5个文件占 25%， 6到10个文件占 17%， 11到20个文件占 11%， 超过20个文件占 2%， 软件在3到5个文件占 10%， 6个以上占比不足 5%。 其原因是硬件 bug 常涉及设计逻辑、参数与验证平台，这些组件需要跨文件联动修改。单一替换无效。 HWE Bench 用仓库级任务精准暴露这种复杂度。HWE Bench 的构建流水线包含4个高度自动化阶段。第一阶段筛选高质量开源仓库，以星标和合并请求数为门槛。第二阶段抓取历史合并拉取请求，且必须关联具体问题。第三阶段采用双重过滤机制，规模过滤剔除大规模重构，语义过滤精准剥离文档修改与 CI 调整。第4阶段自动化生成测试，在 Docker 中运行原生仿真，最终获得417个经过人工校验的黄金实例。高度自动化流程保证了评估数据集的纯净度与可复现性。原始硬件仓库包含超过3万条合并请求，其中绝大多数是文档、CI 或重构等外围更新。首先，规模过滤剔除大规模重构与新功能添加，随后智能语义过滤剥离文档修改与 CI 调整，只保留真实硬件逻辑缺陷与软硬件交互缺陷，最终获得417个人工校验的黄金测试实例。双重过滤机制确保数据集纯净度与可复现性，每次测试都直击核心硬件设计痛点。HWE Bench 将每个修复任务封装在独立的 Docker 容器里，容器内运行项目原生的编译与回归测试脚本。脚本调用 VCS 或 Verilator 等专业的 EDA 工具链。LLM 生成的补丁被应用到源码后，执行完整仿真。
仿真输出只有 PASS 或 FAL 两种明确的结果，这彻底摒弃了 LLM 充当裁判的主观不确定性，每条结果都100%确定且可完全复现。执行即真理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评估歧义。终极竞技场集结7款大模型，它们来自闭源与开源。闭源阵营的3款模型包括 GPT 5.4、Claude Opus 以及 Sonnet， 它们都是最顶尖的。它们分别搭配 Codex、CLI 或 Claude Code 智能体框架，这些工具是官方推荐的。开源阵营有4款模型，包括 GLM 5.1、Qwen 3.6 Plus 等，它们挑战闭源地位。这些模型采用 OpenHands 或 Kimi CLI 智能体框架，助力硬件修复任务。所有模型都开启最强推理模式，以挖掘极限能力。每个修复任务统一限制为6小时和500次迭代，预算非常严格。这样的公平配置能真正考验模型的硬件修复潜力。修复率排行榜显示 ，GPT 5.4 以 70.7% 夺冠，紧随其后的是 Claude Opus 版本的修复率为 68.1%。Claude Sonnet 模型修复率 66.7%， 位列第3。开源阵营中 GLM 5.1 修复率达 63.1%， 它完全领跑整个开源阵营，紧咬闭源第一梯队。其余4款开源模型的修复率介于 47.7% 到 52.5% 之间，仍有45个深层协议站 bug 打败了所有7大模型。这 10.8% 的未解难题展示了硬件修复的极限挑战。GPT 5.4 与 Claude Opus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修复策略。GPT 5.4 定位精度 0.619， 修复率 70.7%； Claude Opus 定位精度 0.928， 修复率 68.1%。Claude 依靠静态代码分析实现精准手术刀效果，它极少修改无关文件，完成外科手术级修复。GPT 5.4 地毯式轰炸，全局搜索测试与配置，虽然牺牲 Depth 纯净度，但换取系统通过率、精准与广度各有优劣，揭示策略多样性。在软件基准评估中，模型修复率高达 70% 到 81%， 性能高度压缩，不同模型间的差距非常小。硬件基准评估则截然不同，修复率仅 47.7% 到 70.7%， 两者之间暴露了约 23%， 形成了巨大鸿沟。这一差距揭示了大模型在硬件领域的真实短板。复杂时序推理和跨文件协同是模型的主要挑战，硬件工程任务成为检验逻辑能力的终极试金石。沙盒环境掩盖了模型在系统级推理上的不足。硬件修复的难度并不由代码行数决定。Easy Tier 项目如 CVA6 和 IBEX 修复率普遍在 90% 以上。Hard Tier 项目包括 OpenTitan、Shangshan 与 Rocketchip， 它们的修复率暴跌至 30% 到 60% 之间。巨型系统 OpenTitan 有154万行代码，修复率却很低，而 Rocketchip 仅有 4.7 万行代码，修复率同样暴跌。原因在于其高度参数化与大量配置集成类 bug， 这揭示智能体在复杂架构面前极易迷失方向。bug 图谱展示6个项目的5种缺陷类型分布，6大项目的 bug 分为逻辑规范等5类。香山这类复杂流水线逻辑错误占比最高。IBEX 与 CVA6 主要面临规范偏差缺陷。OpenTitan 系统接口配置 bug 最多，不同架构因此面临的硬件挑战各有侧重。理解分布能指导模型做出针对性改进，也为后续智能体失败分析提供重要线索。智能体在硬件修复任务中存在3大致命死穴。第一是故障定位失败，治标不治本现象非常突出，智能体被仿真日志的表面症状完全蒙蔽。第二是硬件语义推理崩溃的严重困境模型，非常严重违背周期级的并发时序契约。第三是跨文件协同断裂，引发大规模系统雪崩，修改一个文件却未同步更新其他所有组件。这些死穴暴露了当前模型的核心根本性短板。故障定位失败是硬件智能体的关键致命盲区之一。模型往往只处理表面症状，而不去追查根本原因。以 IBEX 核心的非法指令报错为典型例证说明。智能体使用 grep 关键字搜索异常日志中的信息，然后疯狂修改抛出异常的控制器代码部分，但真实的根因位于上游的取址阶段当中。深层数据流依赖时简单关键字匹配完全失效，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在硬件仓库中注定失败。死穴2是硬件语义推理崩溃，模型缺乏时序维度的推理能力，
案例分析聚焦于香山处理器，智能体定位了乱序执行依赖检查，它生成了语法正确的 Variable 代码，却错误地收紧局部索引，这导致物理时序死锁。模型缺少空间加时间二维推理。第三个死穴是跨文件协同的系统级雪崩。在 OpenTitan 项目中，智能体修复了外设接口的 RTL 逻辑代码，但是它忘记了同步更新 HJS 寄存器配置描述表，同时也未更新 UVM 验证测试平台中的测试用例。RTL 源码与配置验证之间产生严重的系统冲突，系统验证边界失败，导致原生编译环境直接崩溃。硬件工程是强耦合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跨层级同步修改能力缺失是智能体的死穴。GPT 5.4 是高昂的探索者，单次任务成本高达 1.81 美元。它工具调用77次，基于 Shell 终端进行地毯式试错。Claude 是冷酷的分析师，成本仅 0.26 到 0.51 美元。它极少运行工具，缓存命中率 99.7%， 但 Claude 容易错过运行时边缘边界。DeepSeek 是高频终端狂，单次成本 0.1 美元。它超高迭代与编译检查，行动迅速却噪音较强。这三种策略展示了精度、成本与覆盖率间的权衡。要实现硬件级智能代理，需要培养三种核心思维。第一是周期级时空推理能力，模型需从暗行阅读代码进化为理解时钟节拍。第二是跨抽象层级导航能力，智能体需要打通 RTL、UVM 配置和固件之间的映射。第三是高级仿真日志解析能力，这要求模型能读懂波形与编译器报错链路。这三种能力共同构成了硬件级思维的基石，它们指向真正自主的硬件修复智能体。HW-Bench 将大模型评估锚定在全仓库的原生仿真中，它剥离了沙盒式虚假繁荣，暴露真实能力鸿沟。证据来自417个真实历史 bug 与6大开源项目。传统基准只测代码生成，它测试真实缺陷修复。它为硬件级智能代理铺设了严谨的评估之路。仍有45个深层 bug 未被任何模型解决，提升空间巨大。未来需加强周期级时空推理与跨层协同能力。硬件领域迫切需要更系统化的智能体方法。HW-Bench 是迈向硬件自动修复的重要里程碑。